颜真卿的正座位帖。颜真卿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把颜真卿了解一下，因为有些人经常说你讲着一个人的艺术讲的一个人的书法，为什么要讲那么多他自己的身世呢？书法这个艺术呢，其实比诗词、比绘画、比其他多种艺术更不同的地方，就是一个书法家他最后写出来的这个东西，他和他一生的经历从小到大还有他经过的事情、阅历看到的东西，都是他形成他的观念、思想，甚至于审美锻炼他的能力，非常不可逾越的一些这个过程。所以一个人他出生在一个什么环境下，成长怎么产生这个经历，一直到他工作怎么的坎坷也好，这个人的性格是什么样的也好，还有他将来碰到的一些事情和他碰到事情的时候他的态度。所以颜真卿呢，我们在讲他的这个正座位之前正座位是个帖，正座位之前呢，我们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基本了解一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现在手机也好，书也好，都可以再去详细的去了解。我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再去详尽了解。我们先讲一下它最基本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经历，也是他最基本的一个生活状态。颜真卿是个什么人？我们都知道颜真卿他叫颜鲁公，就是他曾经封过鲁国的开国公叫和我们尊称的叫颜鲁公。就像我们经常讲毛主席他是主席。李世民呢，我们都尊称叫唐太宗太宗王羲之呢王右军。所以呢颜真卿呢叫颜鲁公。苏东坡呢叫的就很多了东坡是他的一个号，我们也可以叫这个苏学士苏子都是一种尊称。苏翁颇公都这么叫，都是一种尊称。那么颜真卿呢，他生长在一个世代为宦的一个家庭，就是家庭起码他上面4代都是官都做官的。他这一代呢，就是很遗憾，就是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父亲过世才43岁。他父亲过世之后呢，母亲就带着他，家里有10多口人，非常的突然间碰到的一个情况，怎么办？后来呢就被他舅舅照顾。舅舅是个饱读诗书的一个人在督促颜真卿还有兄长然后督促他用功学习。另外对书法上头尤其是兄长也帮助他因为颜家本身对书法这整个这个家族就是非常优秀的传统，就是家里头都是书法非常好的人。我可以想象颜真卿的父辈祖辈的字体应该跟颜真卿本人非常接近。也就是说颜真卿能继大成他从这个王羲之那儿继承的同时，他受家里的影响也非常大，他家里的书法就非常好，而且有个家族性的这种学习这个风气。所以虽然父亲过世了，但是他兄长把他这个书法也连教带陪着带互相的一起书写。当然颜真卿是他们家族里面是最优秀者，所以他的兄长们的名字他的舅舅的名字什么大家都不知道了。正因为是这么一个比较显赫的一个这种官宦家族，所以他们很有机会见到很多见一些世面见一些不同的一些这个人物，而且还能有机会读到书，而且
他在舅舅的这个教导下，当然也包括母亲，他从文学的基础从吟诗，从文赋，从学识从各个方面，就给了他打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基础。这是一般的一个家庭是做不到的，就包括像米府这样的家庭也是做不到的。所以颜真卿在26岁的时候考中了进士，说明自己也很用功，也很优秀。颜真卿除了我们叫他鲁公以外，颜真卿的名字真卿，他的字清晨清是清爽的清，臣是臣子的臣，这个可能是一生的写照吧。他呢最后最大的官做到了一品太子太师，做开国公这个公就是位列王公这是很高的一个。他是哪里人呢？是陕西，他是出生在陕西临潼，但是本人的祖籍是琅琊临沂，这个好像跟王羲之就很近了我的祖籍呢也是山东人山东这个我们是这个聊城聊城下边持平应该跟他们也不是很远，都是山东。山东出了不少人什么孔孟什么这个颜真卿了，王羲之了，通通都是山东人，很伟大。山东人很伟大，我们要接着这个这些伟大的人的接种我们也要多做一些贡献，也要去努力这是一个孔孟之乡。颜真卿呢，他的武士族再往前倒，武士族叫颜之推，在周朝很有名的。那么高祖呢就入关了，所以入关了就是到了陕西。那么高祖呢就当时是迎接李渊的，然后到了颜真卿这边又过了4代了。颜真卿自己呢又上进士，他是他709年出生呢，785年过世，他活了77岁，属于非正常死亡。如果正常死亡呢，我估计80岁以上是没有问题的。当时是绝对是高寿，当时能活到70岁就是高寿，人活70古来稀嘛。同年考进士，颜真卿考上了，杜甫没考上，所以这两个人就变成了两条道上呢，就根本就是没有交集了，变成平行线了，在人生里面那么再加上他虽然有高适和岑参这么共同的朋友，但是那个时期大家往来不像我们现在一高兴打一个飞的飞机就可以过去大家打个麻将一高兴大家约好一去旅游，然后开车来个自驾游。当时没这种，当时人和人之间的见面是不那么容易的，而且这两个人呢也经常一会儿你贬到东，一会儿他贬到西，所以历史捉弄人，最后就俩人就是没有一起共同的轨迹。那么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记载，就说明他们两个人呢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因为杜甫呢也想做官，那个时期文人呢，他学习了半天，无一不想把自己贡献出来报效祖国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爱国是可以说是比我们现在更容易放到实际上去。颜真卿呢爱国呢，我们大家知道在安史之乱时候起到一个中流砥柱的作用。杜甫爱国呢写了很多悲壮的诗篇来描述当时的颠沛流离然后变成了一个我们最后管它叫诗圣。书法呢这块颜真卿也差不多快成了一个书圣仅次于王羲之的那么一个位置。那么他们两个人之间这种关系呢很奇怪，就是因为杜甫当时没考上，本身两个人一个上进士，一个没上进士，俩人就进入了不同的人流里面去。虽然他们有共同的朋友，但是却没有共同的活动的机遇。再加上两个人因为这种哥舒翰的事情，俩变成了一种对立面，所以杜甫的诗里面
我们没有见到一句写颜真卿的。杜甫写了好多人呐，写了很多当时的这个书法家，他提到了很多人，但是没有一字儿提到颜真卿，这在当时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说明他们有一定的心结在里面，所以也没有机会大家见面。而且这还不算，杜甫还写了一句话，彻底把颜真卿打入冷宫。他叫书贵受尽使通神，或者也有说书贵受应使通神，而颜真卿恰恰是又不受又不应的一个人，所以可以看出来，在某种程度来讲，俩人就完全形同陌路。那么这个争座位帖是颜真卿55岁时候写的啊，我今年56，正好我们这个很接近，来和大家一起来欣赏颜真卿写的这个争座位帖。颜真卿最著名的，除了书写以外啊，除了当御史以外，其实颜真卿最有名的是他在安史之乱他起到作用。而且颜真卿在此次安史之乱之中，亲兄弟死掉，亲侄子死掉，他在哀痛的时候，而且他亲兄弟亲侄子死的时候啊，当时还有很多的故事这个我们喜欢的话大家可以去看。我们只知道他在祭奠他亲侄子死的时候，他写了个祭侄稿文，就是写了祭侄的一个稿。写这个文章的时候起了个稿，就是我们后世所称的第二行书祭侄稿文。争座位呢，不亚于它的精彩，也是随机写的一个稿文。但是颜真卿在写这个稿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有愤怒，但是没有那种悲壮。所以大家看到这两个文字，祭侄稿和这个其实争座位也是个稿，这两个稿它有不同的。争座位稿的感觉是不吐不快，一吐为快，一泻千里而这个祭侄稿文的话呢争座位是这种一泻千里祭侄稿文的话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缓和、悲愤、铿锵它完全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的了。争座位帖在唐以后，包括唐朝，尤其是在宋朝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到今天为止，我一直还认为我们在书写的流畅、行气整体的感觉和这个我们讲的所谓的中锋的运用就是一种中正之气，还有在书写的过程中所体会、所感受的很多的这种圆转、流转自如，尤其是毛笔的书写，由我们初写的时候的一笔一画，衍生到后来的连带的笔画，连带笔画拉动的字形，字形和字形之间拉动的关系，和周边的避让和最后这个一泻千里的这种行气，都能够从颜真卿的争座位帖里面感受出来。而且据记载，在宋朝的时候，像苏东坡这些人还依然有机会见到过争座位帖的原迹，就真迹。无论是苏东坡，还是这个米芾，还是黄庭坚，都高度的赞扬了这个争座位帖的这个艺术的这个水准高度的赞扬这个帖。而且蔡襄的楷书，蔡襄的这个行书，也都处处都体现出来颜真卿对他的影响。所以颜真卿的这个字帖，我们尤其争座位帖，在他们书写的这种流畅之中圆转流畅之中，给后世的影响几乎要相当于王羲之的行书对后代行书的影响。
啊，他是在圆转流畅这一方面，也超过了王羲之和王献之对后代的影响。所以这个帖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三大行书《兰亭序》《祭侄稿》和寒食帖，因为它是在实用上的，那些在艺术的水准上的，但是这个帖在使用和我们在学习过程中，等于说它这种行走的这种不断那个流畅的轨迹，就像我们天天要走的路一样。颜真卿呢，他的书法在学习的时候，他得到了张旭的真传。我们看到那个书法有一些记载啊，在书论上的记载，其中就张旭和颜真卿两人的一些交谈。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发现颜真卿不但得了古法，而且他这个人还把古法发挥到一个极致，就是颜真卿的字，我们仔细去看，处处都得自于王羲之，而处处又跟王羲之在形态上不同，这就是最好的继承，就是他的内在的东西，他的笔形字形通篇的韵化完全出自于王羲之，但是它形体又完全不一样，就好像是一个这个风姿绰约的母亲，加上一个这个相对来讲文雅儒弱的一个父亲，最后生出来一个很壮的一个壮汉。读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让我们通过现象看到它的本质。而颜真卿就是一个壮汉，一个略胖的一个壮汉，他跟他的祖先王羲之那种又瘦弱又纤细的江南的文人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们的内在的地方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学习颜真卿，感悟王羲之，你才会发现为什么我们现在学了半天，学的全是形态和皮毛，根本就感受不到真正的王羲之。不是写完了之后像王羲之你学到了，是恰恰相反，你学完之后你像你自己，你不像王羲之的时候，你还能写好的时候，你才真正从他那儿学来东西了。所以我们从历代来讲，几乎没有人不学王羲之的，但是凡是著名的人，没有一个人长得像王羲之的，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所以我们这个时代要改变了。读颜字的时候，你读它的时候已经不会被它的外在的形体所影响了，这要求你经常的熟读它，经常接触它，跟它对话，了解到它的真正的感受里边。就好比说我们家庭的成员，当你说你在找你的配偶的时候，你最早现在20多岁的女孩都说我要找一个英俊的很帅的男性，所有的20多岁的男孩都会找一个，哎呀，我想找一个漂亮的女朋友好做太太。等到时间久了以后，你再看他的时候，你再会发现年华慢慢的去褪去的这个年华慢慢的去一点一点的会增加了这些人的老态，会让有些的这个当时多么清癯的女子，生完孩子之后变成了一些这个肥美的中年的妇人，一些当时帅气的一身肌肉的这么一个年轻的一个后生，一个男的，一个这个很精壮的汉子，变成了一个老态龙钟大腹便便的这么一个，或者是这个满脸都是赘肉的这么一个
一个中年或者是一个老年人了。但是因为你们之间相互的交往接触，你对他的理解和感受，他的相貌又日渐的转变，不是一下突然的变化。你对他的接受，你往往是不是从相貌上感受了，你是感受他是一个人，他讲的东西，他的思想，他的观点，他当时要做什么事情，你跟他的配合不会在这方面显示出再多的不同。也就是说，他胖不胖对你来讲印象已经不是那么深刻，你不是在早年轻的时候那个我们讲的这个窈窕淑女或者是那么帅的一个小伙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真正追求的东西，实际上是这个人的本身，而不是这个人的形态。写字也是这样。颜真卿呢，一生肯定也得罪很多人的，作为御史来讲。而且在古代跟我们现在还是不一样，我们现在还是相当的民主，而且也相当的保护了这些我们讲这个纪检或者各个方面的这些人或者是一些我们记者呀，反正沾记的地方古代做不到这样的，同朝为官，一旦谁弹劾谁的话，那么不但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将来可能后代都会受影响。所以好多人唯唯诺诺很会做官。颜真卿不是这样的，王羲之也不这样子，李白海也不这样谁是这样子呢？董其昌这样子所以董其昌圆滑。董其昌的东西出来之后呢，好些人说他比较媚没有风骨当然也不是那么解释的。颜真卿呢，到老年了，他是四朝元老四朝元老在朝廷里面的又肯于直言，所以对于当官者来讲，他很忌惮他。当官有一个人叫什么呢？这人叫枸杞的杞，叫卢杞。卢杞这个人呢很有意思，他其实应该跟颜真卿的关系非常好的，因为卢杞的父亲当时呢就死于安史之乱，死了不说，还被史思明把脑袋砍下来，满脸的血迹，把脑袋送给了颜真卿，告诉你不得投降你不开城迎接我们，你就是这个下场。颜真卿非常难过，抱着卢杞他爸爸的脑袋抱着脑袋，他说我都没舍得拿水去洗，我拿舌头给他把脸上的血舔干的。这是告诉卢杞，两人在这个卢杞想把颜真卿给推到这个京城以外的地方，老头岁数大了，不想出去了，而且不想被人家那么推出去就不舒服。跟卢杞两个人就因为这个原因，卢杞就是想把他放到外面去这样的话呢，你又是长辈又敢说话，自己办什么事都不舒服。那时候没有那么民主，是吧？没有说大家什么讨论一个问题，没有。这是卢杞已经当了宰相，那么颜真卿又这么顶他，我们现在有个词叫怼他这讲完之后的话呢，卢杞当时唯唯诺诺，不敢说什么话，但是心里头一直是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是吧？那后来赶着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我刚才讲过了，淮宁的节度使叫李希烈反叛。这些反叛不要紧呢，这个你想，当时呢应该是肃宗就是玄宗已经死掉了。这个皇帝都是怕事情的，而且希望呢最好是相安无事，而且别动干戈。这一动干戈的话，国库人民生灵涂炭。这个卢杞就出了个坏主意，他知道李希烈肯定已经都反叛了，他告诉皇帝说，你必须派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老臣
去宣慰他啊，告诉他宣慰他，告诉他没事啊，我不在乎这事儿，你能够这个回心转意最好。结果叫谁去呢？叫颜真卿去。这是一个死差事啊，就是你办好了，对你也没什么好处，因为你本身就到那个份儿上啊。另外，卢杞这个人还很狡猾，他先把颜真卿先提高一个位置啊，把他提成了一个什么呢？嘛事不管的太子太师啊，给提高了的一品大员，给你提了一品。然后呢还不行，再给你扔到一个危险的境地啊，有去无回的境地。而且颜真卿的个性也是这样。他不适合做这个事情去，你想到那儿去之后，他肯定是言辞以对，俩人一讲翻了，那肯定不是被宰了就是被扣了呗。结果果真如此，颜真卿一过去一讲，还没宣慰好，就是已经被李希烈扣住，扣2年当然李希烈呢也知道颜真卿很好希望颜真卿呢，李希烈自己当皇帝呢，让颜真卿也给他去做一个大臣。希望如此，但是不是那么情况。颜真卿怎么会呢？在这种情况就把颜真卿关起来了。关来之后呢，到2年以后，李希烈是肯定要失败的时候，就把颜真卿杀了。